欢迎您收听大马生活家的播客，我是 William。大马的华人家庭较多会让孩子学习并从事法律行业。大马的固打制给法律人造成了什么阻碍？他们工作后的收入高不高？法律从业者转行的多不多？大马做什么比较赚钱呢？大马年轻人有没有躺平？他们如何达成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 YY 是大马华人，1993年出生，他在大马律所、日本和德国公司都有过工作经验。他同时获得 University of London International Program 的法律本科学位，并持有大马的 CLP 律师执照。你作为一个法律人，最关心的就是固打制的问题，尤其你念法律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可以介绍一下。在马来西亚，如果要从事法律行业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就是你被一个本地大学录取，或者是去一个私立大学。当然，私立大学你也可以分在马来西亚就 fully complete 这个学位，或者是出国深造。对，如果那个the advantage of getting admitted into a local university 的好处就是说，你只要 complete 一个4年的学位，你就没有必要去考多一张纸，就是说我们的certificate of legal practice，而且这张纸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每年的passing rate 其实只有20多%，律师执照。如果你能够被 local U 录取的话呢，你就少了这个我们所谓的 hurdle。你就可以毕业了，拿了学位毕业了，你就可以去实习，然后当一名律师。如果你选择private university 的话呢，就当然是看你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你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你出国的话呢，你就可以做external distance learning， 像我做的那一个就是 University of London International Program。可是它的难度在于呢，它是没有 assignment 的，so it's 100% exam based。所以就是说，你读书，你读8个月，如果那一天你表现不好，你就完了，就完全看最后一个考试。对，就因为一张纸，就是那一个时候考试，如果你的状况不好的话，你就完了，你要重新开始。我看到的是一个双重的难度啊，就是说，首先你作为华人，你要去一样的机会获得学习法律的degree 的话呢，首先更有可能会被考到私立的，对，所以你要去争取更好的成绩，或者是要支出更多的钱，对。那这个对所有的华人应该都这样嘛？比如说念 computer science 啊，或像我学 EE 都会碰到一样的情况，对。但我觉得你还会碰到第二重困难，就当你学完以后，你要从事律师这个职业，你还要再多考一个法，而且这又很难，又要5个里边要筛掉4个人，对，这样子，对，OK， 这就非常的困难，对。所以你为这个事情做过什么？你个人做过一些什么努力，想要去改变这个现状吗？当然，我觉得第一，首先就是有 election 的话 ，exercise your civil rights， 对，就明天。对，加油！我觉得如果我们要 complain 的话，我们先必须exercise our responsibility as a civilian citizen， 就有机会让你投票的时候就去投票，这是你第一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别躲在家里不去投票，从根本上改变，根本上先做一些改变。当然，我们也其实蛮 ，it's quite sad that we already like somewhat accepted the fact that there's this quota system， and 这个 quota system 也不是说它会在非常短时间内会被废除掉，没错。对，所以我们以华人来说呢，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小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比别的同胞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是对，去得到一个学位。是，对。那你身边从事法律行业的人多吗？其实还是算多的，算多的，其实算多的。OK， 就很多人会有这个 mindset， 就是说他如果觉得business degree 太 general 的话，他们就会 either 选maybe accounting or law，所以通常都会在这2个行业里面周转啦。然后当然 Asian parents 最喜欢的就是either medicine degree, accounting or law。这样的，在中国多吗？中国法律从文科来说，就是找不到工作的专业，所以其实大家都不鼓励学法律，而且法律的环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好。你学的法律没有办法去 practice。比我再小一辈的人呢，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去选择这些项目，因为他们可能因为现在有 YouTube、TikTok 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可能会去往那一方面
来学习，可能 like digital is more towards digital 方面的，或者是比较 art subjects 会比较多从事那一边的行业，而且可能他们的父母也比较年轻，所以他们也比较能够接受这个市场的变化。我觉得也可以，也挺符合现在的这个趋势的，因为政府也在说要更多推一些，比如说新经济嘛，对吧？现在做法律，它的收入来说的话，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水平？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不高，收入不算高。你这个回答跟我其他的马来西亚朋友跟我说的一样。是不是你觉得和Apple to Apple 的来说，和学 accounting 的都差不多？其实如果 Apple to Apple， 就是说如果你用professionals 的 comparison 来说呢，其实法律还要比 accounting 再低，还要再低。比如说起薪，如果说第一年毕业的法学院学生，那你可以说你的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是多少吗？平均工资大概是多少？我自己呢，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是差不多3500马币。当然，其实我已经算不错了，3500马币已经算不错了。如果你再去一些比较更加小型的法务所的话呢，可能甚至2500也有。对，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感觉会比做工程师啊那些像我学理工科的还再少一点点吧，我感觉。我觉得还会少一点点，尤其是比 accounting 会少一点点。OK， 我觉得但是你的这个3500块里包括加班吗？加班费用？没有，我们从来不会有加班费用，就是说没有 OT， 不是没有，对是不会有，对法律的人是不会有 OT 的，maybe meal allowance 很少啦，因为除非是非常有一些比较好的事务所，可能他会。我理解你说的少，一方面是和国际的同行比起来，比方说在美国学法律，对，在这欧洲学法律比起来，第二是和你所付出的努力比起来，你辛辛苦苦念了4年，还要考bar，对，还要才有能够从事法律啊。那个很长的工作时间比起来，其实算蛮少。关于法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像我朋友有告诉我，在马来西亚，因为华人得到的机会少啊，那我不知道做法律怎么样，但他告诉我，比方说他是学医的，做医生，那他一旦毕业以后去新加坡了，去其他地方，然后他也不会再回来我嘛。那时候再说你要报销马来西亚，他们就不愿意回来了。对，学法律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也是有的，可能不只是新加坡，可能别的国家去从事法律行业，其实也是有的。对，你有考虑过吗？因为在马来西亚有职业证，新加坡的法律其实也可以就是相通，然后案例法也是相通，甚至于像英联邦那些澳洲也都可以相通。对，其实你们从技术障碍上来说的话，你在新加坡也可以找工作。其实我在我的职业初期的时候，我也是有考虑的，尤其是新加坡，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3位姑姑。其实是在30年前就已经从马来西亚移民去新加坡落地生根了，所以其实，在新加坡如果我真的要在那边的话，其实也不困难，他们能够让我来让我先有一个落地的地方。可是呢，就我也大概也算过了，其实，在新加坡的living expenses 也是蛮高的，尤其是它的 accommodation。而且如果我是在这么早期的时候去新加坡的话，薪水也不是说非常的高，当然，尤其是你需要支付了。rental 什么的，这些成本会吃掉了你的收入，就会吃掉了，所以就变成没有什么分别。对我来说所以我就没有在那方面想了。可是 eventually 你又不想换护照嘛，对不对？所以那就没有很大的必要。对，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新加坡的，因为我有亲人在那边，然后大放假我也可以去那边过一个 vacation 什么的。我就非常喜欢新加坡是那么有规划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最喜欢就是自己出门，而新加坡就非常的安全，你可以自己出门。在马来西亚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我父母不会让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对，所以这些东西是我小时候会非常向往去新加坡生活。可是当我长大的过程，尤其是去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去新加坡也蛮常去的，大概半年里面就去了差不多5-6次。可是当我踏进那个城市，我突然间就觉得，已经不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一种印象，对，就可能因为我也是在市区，虽然很多东西都非常，就它看似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城市了，一座城市非常完美的一座城市，可是我常常会觉得有一个void，在我心中有一个 void， 一个 emptiness，
讲到这里，我可能会被骂哈。对Before 对，没 more 有，所以我说个人意见，这非常的 subjective，每个人的感受非常主观，对每个人的感受，对啊哈，就可能我也比较习惯这里了。那我们说一些有趣的东西，因为你工作以后，你在马来西亚的 law firm，在这个日本公司，对，然后在德国公司对都工作过。你觉得有些什么最大的分别吗？这3种类型的企业？因为事务所会比较不一样。 OK 就我如果是 compare 的话，我可能 compare Japanese 跟 German 好， company。说别人啊。对，说别人。好啊 Before 我进入一个日本公司工作，我的印象中他们可能是比较 rigid，比较非常有条有规的。可是其实我蛮惊讶的，当我进去从事法律行业的时候呢，它其实给我们很多的freedom 来做我们当地需要做的事情。 OK，对，反而在German company 他们就比较 rigid， 在这一点会有一点 rigid 吧，就是说当我们需要做出任何的改变，我们都需要加入很多的 justification，需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要改你的global policy， 为什么它是不可以在这里是不能接受的，对，就我们需要解释很多。 OK， 对，反而就会比较有一点绑手啦。这跟我们一般的想象不一样。虽然德国也是很 rigid， 对，但是跟想象不一样。德国公司开会的多不多 ？Group meetings 非常多。我就是想说，非常这个欧洲公司都有这个问题。对，他们要寻求所有人的认同。法国也是这样。对，就一个 project， 一个非常就以我来说，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在中阶层的 level 可以解决的东西，他们需要把高层也拉进来。就一个 meeting 可能有12个人，对，在同时讨论一件事情，如果讨论了2个小时还不能有决定，非常多的 meeting， 通常还没有 minute taker。对，开了也不知道，最后 follow up 之后，对，最后 follow up 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就讨论了很多遍，还是回到了原点。我知道，但是他一旦决定一个事情以后，他就会很强大的，像德国坦克那样的，就执行下去。我知道，对，而且我觉得是两面吧。可能这种公司，德国公司，它就至少你的声音会被听到，因为他会去问你，what's your opinion on this？ 他就不只是让高层做决定。就他会有这一种open culture， 是，对，他会选择聆听不同阶层的就是说 employees 的声音。OK， 那你做过 legal 又做过 compliance， 对，其实我知道 compliance 还是很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作为 HR 嘛，我后来面试过很多做 compliance 的人，有没有得罪过一些？得罪倒是没有啦，没有得罪过人。可是人家一听到 compliance， 他们就会往后退了。你找我什么事？不敢得罪你。对，不敢得罪。对，他会远离你。因为 compliance 呢，它也是有它非常就是说 interesting 的一面。当然，它有 interesting 一面，可是很赚钱。对，其实现在up and coming。我作为一个老 HR 哈，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最终还是要去做那些让你感觉有 passion 的，对，又不是有那么强的 passion， 就是你还是很喜欢，一直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不然呢，你工作几年之后还是会回到那个点上的。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你每天都会被这种细小的事情跟人打交道啦，交的一些报告文件啊，都会感到很 suffer， 会有这种感受，对，不开心。对，就会有这一种感觉。对，如果你不是在做着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即使它能够为你带来可能更多的钱，但你也不会能够做得长久了。这就是我的。如果你大学就是一样在念 literature 的话，你会建议其他人学法律吗？或者说建议他念其他的这个学科呢？我觉得看个人吧，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向往这个法律职业进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17、18岁的时候，你让一个人选一个学位，其实是很困难的。他们都不能 visualize 到底这份工作以后到底你会面对什么问题，也不准。对，完全不准。尤其是那一种我看过很多有些同学，他们是因为看了suit 还是什么 legal drama 而选择了法律，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失望因为其实真实的法务工作完全跟电视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现在来告诉我他向往pursue a legal degree， 我可能会建议他take up an internship， 去尝试一下，
看看真实的法务工作是怎样。当然，我也可以给他一些我自己的一些 experience， 跟他 share 一个 experience， 看他能不能接受。你觉得做一个好的 legal person，最重要的3个特质是什么？我觉得一定要刻苦耐劳是必须的。OK， 刻苦耐劳了，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因为尤其法律这个领域它是一直在改变的，一直在改变的，所以 to keep up to date， 很多时候你需要做很多 reading， 很多 research， 而且你一定要是可以坐得住。这我没想到，这感觉和做 coding 的人有一点像，因为技术一直在更新啊，你要 catch up。法律也一直在更新呀。OK， 这第一个。所以以前有一个法官说law is a jealous master。law is a jealous master 的意思就是说，你是非常需要专注的在做这一件事情。OK， 如果你分心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在这个领域做得好，因为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跟进这些你的 development，而且你必须要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还有什么特质？还有一些特质就是说，你需要有analytical mind，你需要是那一种喜欢分析型性格，OK，会非常有帮助。OK， 当然还有就是耐心哦，我觉得耐心不要急着赚钱哈，不要急着赚钱。对，如果你是急着赚钱的话，其实法务工作比较你需要待了，你需要在这个行业待的够久，而且你要有你自己要 build 到那些 technical skills，还有人脉之类的，你才可以说赚钱。如果你是想着赚钱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的行业。对，因为以前我跟他聊，他有一点让我很 impress， 就是跟人打交道这是一种乐趣，因为你跟你的同事，你能很快的去了解他的业务，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法务来说，闭门造车，对这个不行。对。说到赚钱，像你身边做同学、朋友做生意的多不多？不是很多，其实我的圈子不是很多，还是在上班的会比较多。上班的会比较多。哪样比较赚钱？其实现在我看到有一个领域是蛮赚钱的，就是anything related to wedding 是很赚钱的。现在因为婚庆生意其实是蛮赚钱的，尤其是在现在有这些 social media Instagram 什么的，我觉得这真的有帮助到。跟法律有关系，财产公证啊，或者是你跟我说你说这个正好跟我们前两天听到相反。前两天我们跟我们说最赚钱的是那个 Nirvana， 就是那个殡葬。对，我们常常说的两个最赚钱的，一就是婚庆，二就是那一个行业是最赚钱的。因为华人我们人最舍得花钱的2个最重要的ceremony 就是这2个，结婚和 funeral 你是不会去砍价的。背后有文化的考虑嘛？因为背后有文化的考虑，华人很重视生死，对，非常重视。所以这2个是人家最愿意花钱的。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两个领域的 business 来说，其实是非常赚钱的。OK， 那你有没有，或者说你身边的人多不多，希望到一定的年龄就从企业出来，追寻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去？还是说就一直上班就好？我们这里也是有啦，年轻人也是有会想说出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可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我们从事这个法律职业的，我们会想，到底我还能做什么呢？有时候你还会想，你还能做什么呢？因为可能也看个人够不够胆量和够不够 creative， 出去外面 venture out law。因为基本上如果很多从事律师职业的，可能他们出来的话，他们是开一间律师事务所，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这样子的小就好，但会自己很有自由度啊，对自己的自由度，能够拿自己喜欢的案件，对，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多才多艺的人，像我说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非常热爱摄影，他就跑去做了wedding photography， 对，他做了 wedding photography， 所以他也说他的 income 其实 is even double or triple of what he used to earn in legal profession。Yes， OK， 因为尤其是 like wedding photography 其实是非常 OK 的，对。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话，就是 legal， 他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再做 legal， 他用 legal 的东西来做。比如举个例子他会去做人生导师。他让那种其他想做mentor 去收钱，去告诉他我的成长轨迹是这样子，或者你有碰到了一个specific 的一个法律问题，你可以怎么来做，这个是一种。
第二种呢，他们会去做 arbitrator， 还有的人呢，他会去考那种叫 coach， 就是职业教练的那个证照。对。还有一些会做一些就是叫 meeting 什么 host， 就是说行业智慧，把 legal 的人放在一起开会。然后或者是 close the door， 像私人董事会一样。那像在中国哈，现在这几年都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躺平。躺平，你听到过吗？有。躺平的意思是什么？躺平的意思就是选择不工作，就是他可能做过一种低欲望的生活，就会他会把生活的支出降低到很低 ，minimal 啊，对啊 ，minimalist，然后他也会选择不工作，或者工作非常少，能够养活自己就好，叫躺平，就好像每天都是躺着。OK， 他没有欲望去升职。就是拿了一个 basic salary， 然后每天我就定时下班，然后每天就是吃一点盒饭。就他不会，他已经感觉说人和人的竞争已经变得非常激烈了，他感觉在消耗自己，那不如就选择用最 minimum 的输出、最简单的方式生活和工作，让自己的 energy 的消耗都很小。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有这种情况吗？我听说不少，就是我自己身边就没有。人肯定不是嘛，没有听说有人要想躺平的啦。对，可能有吧，我觉得，可能有吧。可能有些人也是会选择，过最 minimalist 的生活，就因为其实工作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个 balance。对我来说，什么是成功？其实如果我能够 achieve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life， 那对我来说就是说成功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被工作吸进去，就是说 fully absorbed，我们就忘记了生活。哦哟，太理解。对，如果我们就忘记了生活，如果我们可以同时把工作做得好，而且又可以享受生活的话，那个就是最 ideal 的 situation。你觉得能达到这种 balance 吗？我觉得是需要非常 intentional。because 人很容易就是，尤其是专注力很强的人，他们在做一件事情，他们很容易就拼命的在做，他们就忘记了生活。对，除非你是真的是 set，I want to achieve this as a goal， then 非常 intentional 的在规划你的时间、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其实 I think it's achievable, but it's not easy for sure。问一个女性说怎么 balance 工作和生活，我其实是觉得有一些不太好，因为从来不会有人去问男士这些问题。对，会啊，很少会有。所以就是说我想给你一个启发，是我曾经的一个老板，他呢是我们那个公司里，他是一个法国企业的 General Counsel，他是第一个提出说我要 work from home。在那个时候，我们公司里面是没有这个体系的。他说我一定要1个礼拜 work from home， 我有3个小孩。我不能够承受每天 commuting 在路上这么长时间。我在家里我能够 highly concentrated， 对，然后我也需要安静，我不能忍受在办公室嘈杂。他 fight 了半年，最后就成功了。所以当时在我这个公司里面，我们就实行了这个 work from home。所以我觉得女性是要有这样一个勇敢，我们需要去 speak up， 去争取。我有时候会观察到职场的一些不公平，像我以前的企业，我们有一些男性的高管，他上班迟到了，他不会有任何的羞愧，他就说我去送孩子上学了，或者下午3点他就说我要去接孩子上学了，他不会有这种想法说，我这么说了，人家会觉得我不敬业。但是其实对我们女性来说的话，我相信我们两个都不会很自然的去说我需要早一点走或者晚一点走，因为有孩子。对，其实这是性别上的一种差异，但是可能越来越多的话，我们可以去说这些事情。对，只要我们把工作干好。对，其实对，像你说的，只要工作能够干好的话，就不管我是半夜工作还是在daytime 工作，只要你要找我的时候你找得到，那其实就已经非常足够了。通过这个我就更多的了解你。对，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工作很专注、很投入、很大的，然后也想得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人，就从真的可以感受到，里面可以看到光亮，还有一种好奇心，还有一种定力，还有一种
内在的 inner peace。就其实你工作6年就考虑的这个很清楚，我觉得这不多见，是很多人还是或者什么地方收入高他就去哪。可能我比较心急，